好的，那么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切西亚大人。这一期的魔王快报也和以往会有些不一样呢，因为这一期有2个主持人啦。由于上一次补蘑菇量导致魔力溢出，所以多了这么一个分身。本期节目可能比之前会有些许聒噪，还请各位观众们见谅。别闹了，我出场那一期观众呼声高着呢，迟早会取代你统治电视。那么暂时不管某些连发育都没有发育完全的家伙的小打小闹，还记得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播送的2名美术老师因为角色欧派大小问题差点打起来的新闻吗？地罩杯的那个打赢了，哼！那么上周最大的新闻自然就是《生化危机8》的试玩版了。在预告画面中出现的岳母以及3位小姐姐，让玩家投敌的心蠢蠢欲动。毕竟谁能阻挡得了这么大的诱惑呢？行了，知道你胸大，不用强调那么多次。哎，可不只是胸大，这次的 BOSS 在各种原因上都很大。在试玩版的最后，大姐的惊艳亮相让众多玩家直呼举高高。毕竟相比于《生化危机7》的岳父一家人，俏寡妇和她的3个女儿明显更有吸引力。美丽诱人的吸血鬼大姐姐，相比于一切血肉模糊的丧尸怪物，很明显的弱化了玩家的对抗心理。看来敌人的外形也是会随着游戏不断进化的。你知道暴君的模型已经被魔改出多少种花样了吗？而且在预告中出现的这个角色也给中国玩家带来了一定的亲切感。生化危机8的试玩版延续了生化危机7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及恐怖风格，还延续了可口的美味伙食。在刚开始逃出的地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同被关进来却只剩半截的可怜同伴。看来就是失业，屁股估计挂在野外的某棵树上。这么说来，生化危机联动让子弹飞可能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快进到焦恩带领群众攻入城堡，分个 BOSS 家产。在不断探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次的敌人可能会是吸血鬼相关的种类。仔细观察他们平时使用的杯子，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牙龈出血比较严重哈。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找到逃出城堡的钥匙。正当开门之际，我们亲爱的吸血鬼女士也随即出现。我已经能够预想到正式版玩家一边被怪物追杀一边嬉皮笑脸的景象了。有的人熬夜打头做数据，有的人4点不睡合成大西瓜，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近日，一个简单小游戏合成大西瓜突然火遍大江南北。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就是原型版本的2048，2个同样的水果可以合成一个更大的水果，最终目标就是在水果超出一定高度之前，尽可能的合成大西瓜，以获取更高的分数。我宣布葡萄正式成为我心目中最恶心的水果，没有之一。但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规则，却让所有人仿佛上瘾一般，没日没夜的玩。半夜甚至因为热度太高，导致服务器崩溃，引发全网阶段反应。这个阶段反应之中也包括着我。凌晨4点的我想着，反正也没法继续玩游戏了，要不就这么休息吧。结果满脑子都是合成大西瓜，根本无法入睡。你的2瓣西瓜中间有一个山猪。有人相爱，有人夜里看海。我他妈合成大西瓜盒一天也合不出来2个。在我们没日没夜的玩，却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西瓜之时，朋友发来的链接直接让我血压拉满。有的人甚至只点屏幕中间就能合出西瓜。那我累死累活是图啥？小丑竟是我自己。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就是这么简单沙雕的小游戏，却能火速风靡。无关3A 大作，无关精美画风，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且让你欲罢不能。接下来谈谈我们的老朋友。近日赛博朋克2077终于发布了官方的 MOD 工具，玩家终于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2077游戏体验，就像在生化危机中把暴君变成汤姆猫一样。模型替换一直都是各种游戏中最大的快乐源泉之一。MOD 工具一出，马上就有网友将2077中战界的现有模型替换为亚当重锤。面对搔首弄姿的重锤，不得不说我还是有那么一丝心动的。虽然我尊重每个人的性癖，但你最好还是去看一下医生。那么众所周知，夜之神的传奇佣兵生存状态堪忧。今天让我们了解一下传奇佣兵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视频后面附带了整套动作场景，好家伙，主角销魂夜的片段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过审了。我怎么觉得这一段反而更加不能过审了？但在公布 MOD 工具之后不久，一个能与强尼手发生关系的 MOD 被官方删除。传里表示，如果没有得到真人出演演员的明确许可，恳请大家不要在任何可能被视为冒犯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模型。那么说到赛博朋克，大家想必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都是脑机接口、黑客帝国之类的高科技。最近我们亲爱的鸡胖在新西兰采访中就提到这一项看似遥远的技术，并表示公司已进军该领域，未来会将其应用于游戏当中。或许刀剑神域或是头号玩家中表现的沉浸式体验也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出现也说不定。快进到脑内弹窗广告，怎么样都关不掉。实际上这项技术并非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而是通过扫描接受大脑的指令，从而直接控制游戏操作。这题我会，也就是以后玩游戏玩不好不能叫手残，而是脑残。说起来，最近我的朋友推荐了一款名为《回门》的国产恐怖游戏，只是打开游戏一看，好家伙，一股浓浓的既视感扑面而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会。大哥，你真的不是从晨光那边逃出来的吗？然后看看这个解谜。贪吃蛇嘛，多新鲜呐！
还有这个题材，冥婚题材都已经写烂了，好像国产古风恐怖游戏多少都跟着沾点边。最后看看这个画面，哎，这不是那个现在的国产恐怖游戏在受多款自己作死而被封杀的游戏影响之后，似乎有些走上歪路，内容逐渐趋于同化。港鬼十路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特色恐怖确实能在恐怖游戏领域有一席之地，但过度同化的内容以及不佳的游戏体验也同样会消磨相关爱好者的耐心。希望游戏制作者能够更加耐心打磨自己的作品，让国产恐怖游戏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魔王快报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是大家第一喜欢的读评论环节。首先是这位一江上酒，切切我在一站看到你的本子了，快点帮我一份看看。以及这位厕所上的神秘主宰，可以再拔一次牙吗？没什么，就是想看幼年形态。幼年形态没在这里了，但是3连够多可以考虑。不可以。这期新闻加入了一个烦人的小家伙，那么2个人一起播送新闻的感觉如何呢？说起来，部分游戏也同样能够操控多个主角，那么你印象最深的多主角游戏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回复，反正我们也懒得看。那么明人不说暗话，兄弟们，双倍的我渴望双倍的3连，请大家把点赞、投币、收藏、转发、关注、举报留言一起给我们吧，拜托拜托。那么我们就下班了，拜拜。